这些角色其实都是能打出自己的一些效果。是的，看一下我们第一局是湖景村的速闪。哎呦，刚说到这些个监管者啊，上来也是看到一个速闪的绝活。玩具商、杂技、佣兵还有星云儿，阵容上面还是选的比较全面的。对。 这个杂技有可能也是一个单飞轮，上来先踩一个跳板，直接飞往一个大船方向。但是在这个位置的一个飞翼是没有办法上大船的，只能在一个海色的方向进行牵制。是的，而且这个点的话，你可能跳板也是比较难去进行下次利用。是点位有点尴尬，因为你这不是很好能拉得开。你敢是往外走，它其实就能利用自己一个换位置嘛。对，这地方要有第一刀了，会不会有点亏？ 玩具商带的是个飞轮，只能再回到木屋进行牵制。也是张环有了，没错。想要直接交闪，不让他踩跳板。不过这个点的话，其实在救援上面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压力。还好救人位上面他们是选择了一手佣兵。这个杂技会不会也是带了一个飞轮呢？ 因为他现在是把自己的一个天赋隐藏了的嘛，所以说我们到时候只能看他会不会过来进行救人，才能猜出来他自己的一个带的天赋。佣兵的话，现在是已经卡过来了。没错，其实湖景村的地下室还是比较难去救援的，因为这个地方很容易被监管者卡住你的位置。对。而且速闪这角色很容易打到位移刀啊，这门口还堵住了，进不来啊！这要硬进吗？但是这个地方的话，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湖景村一个地下室的痛点。那你这样我就可以硬摊你了呀！甚至说，但也没关系，因为玩具商那边肯定是要过半的。啊，这个护腕再一弹，那你是进不了地下室的，只能往外走。而且外面一看，2台密码机，地下室买1送1了呀！这个佣兵肯定也活不了了。对，佣兵爱炫上节奏了。 2台密码机都还在破译，那我可以直接过来去找你的佣兵了。玩具商其实不太建议选择一个小木的，他选择中场或者是选择一个大船会更好牵制速闪这个角色。因为小木这点位你往哪飞会更好呢？你只能就是说是往小船那边飞，因为在那边的一个3窗，你可以利用自己的飞翼跟监管者隔开很远的距离。是的，看一下这波杂技过来救援。 姚玲打断对面的一个技能，哎呦，还卡住位置。这伞药一飞回去，救不了了呀。他这蓄力刀的距离也很长，你杂技怎么扔出这个技能呢？是的，这连续的救援失误，可能整个对局都有点。再出这一刀，也是完成个杂技的击倒。这局其实最终走向就是一个4抓局，看有点没有办法去挽回了。对。 看监管者愿不愿意挂吧。你现在密码机很明显的差1台，我可以不挂，然后去找你的星云儿，2个人去把你的这个绝处逢生给你去浪费掉。而且已经知道你星云的一个位置其实是在大船方向。哎，这里是直接发现了，就发现了。这几位可是排位上的老熟人了，都是打绝活的。你像杂技，他也是一个绝活 S1的杂技。 他现在也是只能去救一下杂技了，如果不救的话，其实更难走。对，看能不能拉扯去走一个吧。监管者现在也有闪现，想闪谁都行，甚至都不一定要闪。好，这个点可以闪了。没什么办法。再把星云儿挂上，你的闪这个伞传送其实还是能直接打到这个杂技的位置。 杂技不好跑，一个蓄力刀预判对面一个扔球，哇，非常快速的一把4抓。这个赛季的幸运儿吧，我是有个遥控玩偶，那密码机外边就相当于一个结实。是的，看一下这把噩梦的登场。哦，也都是老熟人了。这里看到是直接上楼，这是在绕谁呢？绕的是幸运儿。 说曹操，曹操高。刚刚说的对星云儿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吸引力，现在又直接抓击这个星云儿了。是的，看一下他幸运包裹是摸到半颗球，那应该是许愿成功了。嗯。这里是先拉的球，然后再搬窗，但自己的窗台已经交过了，这里拉的球只能再逼出，哇，整个球拉光了。但是过来其实也是一个短板区。对，那你转得走吗？现在的噩梦其实他低头移速还是挺快的。
就直接过来拿到一刀了，那只能通过受伤加速去转2板一窗了。是的，他在大房牵制应该也是干扰到了求生者的，他应该是从中场绕过去，离先过来再出一刀，直接完成击倒。对于噩梦，这1分钟就完成击倒，速度太快了。一般可能噩梦的对局，它前期会被拖得比较久一点，没错，但这把的话确实是击倒的比较快，而且你可能下来之后也比较难保到幸运儿的下一波牵制。是。有园丁的角色，看要不要打出园丁的体系玩法吧。你现在节奏其实缺的很多，看一下队友之间有没有配合吧。对，空军要是过来就有这把枪，大概是要交出的，因为他没有带化险为夷，也只能利用这把枪拖出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打出一刀，救下来之后再交枪，直接交。但是刚刚2板一窗的板子其实也是被空军用了一下，对，所以你现在转过去其实并没有那么舒服。倒在一个角落，那园丁要来吗？园丁好像并没有想要做事的想法，感觉可能也是考虑到，因为前期的密码机差的也是比较多，所以想要去先进行下一波的破译。是的。但问题在于，你这个幸运儿16的牵制很明显是不够的情况下，让他自己一个人牵制是很难拖出一个2次牵制的。这个地方的话，板子已经都没了。对，牵制的时间没有办法做得更久。园丁是想着来了，但点位上没有办法进行拆移。这波过来的话，其实感觉是更偏向于一个救援，你可能就想着园丁过来压满救。他好像想试一试，但是发现你这个距离我来不及拆椅子，只能就是说在原地我拖一下时间，再卡一次第2次救援。一直在绕，盖下板子。这个盾要生成吗？保自己无伤，也生成了，卡了是一个秒盾。原地一战先保自己一个无伤。这里想要去起个盾帮一下幸运儿，但是也是帮不了了。对，赶紧去跟空军调一下状态吧。直接找园丁，他不想让园丁做事。一旦园丁过来要帮忙拆椅子，这密码机说不定就够了。但这台是比较少的那台。对。哦呦！哎，空军的话一个飞轮进板。是的。暂时是没有导到这个遗产机。但板区可用光了，现在有点难转点。再次完成击倒，椅子离这还是有点距离。先挂园丁，因为园丁你要不挂，马上就要自愈起来了。但脸上这台是已经压住了，而且空军那边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是。现在把幸运儿放跑，其实对于监控者很危险，你不知道他等一下会摸出来什么样的道具，直接预判幸运儿的方向。想要预判他摸箱子，地窖也已经发现了，但这样也是给到幻灯是一个救援的机会。对，想要去顺便的把空军摸起来。人家在生成盾，直接拉走，防止监控者去到一个2挂。空军还是没有选择起来，他知道他自己起来了，他跑不开。把它架在一个角落，但是不起来的话，这里也挺难受的，因为外围已经全部是半状态了。幸运儿又摸到了一把信号枪，他自己又没有回光返照，对，所以这波很容易说，只要有一个突破口，噩梦那边就滚雪球了。想要试着压满救，但园丁的位置也已经被发现了，只能卡半了。你要压满，这个园丁肯定撑不住。对，现在的话只能让幻灯师赶紧过去卡着空军。没错。而且知道你外围的话，幸运儿是一直在抢密码机，并没有调状态的。是，扛了过来，想要把幸运儿直接击倒。有把枪，看能不能拖出来。幸运儿是有回光返照的，只要密码机一能压，他这边就可以吃一个回光返照的帮助，把自己这个时间去拖够。密码机其实差的不是很多了，不多了，马上就要压好了。哎，这板子不看吗？哇，胆子很大。没事，也没倒。对，这枪还在，不交了，密码机直接亮。但传送落地是被砸了一下头。没错。哎，那这个启示是有了吧？刚好是又被砸了一个头。那这样就不是很妙了。被拖的有点久了。门口等一下还有一把枪，
你就算传过去，他没有办法完成击倒。而且当时是大门附近有3名求生者都被卡着，对。但你传送落地，因为连续被盖2个头，其实有2个人已经拉走了。没错。哎，看一下能不能看到脸上的空军。空军又摸了半颗球。但这里已经看到脚印了。这半颗球你处理不掉他呀。这球一拉开是往2万一窗拉的，想省一点球，给自己拖点牵制空间。那边过来偷人了。对，是一个飞轮，但是它是一个2层突刺。不过大门还没开。空军还有绝处逢生，等一下起来再瞄着地窖去走就行了。还是一个板区博弈。大门现在是在去硬点，因为他是一个幻灯师，他自己一个辅助是我们在一个上级视角无法看到这个门的进度到底达到有多少。好，现在已经是破译到了75。那边空军也是交了绝处逢生。园丁好像是没有绝处逢生了吧？得需要队友来摸，好像是的。空军现在再过来，已经在过去摸了。对。哦，园丁也交了。现在是真的没有绝处逢生了，包括空军。空军现在手上还有1/4的球，幸运儿想要过来一起分担一下压力，想要硬顶着过来把这个人换下来。那这样的话，这把枪是一定要开到才行。对，而且园丁跟空军可能得稍微等一下幸运儿过来。这里吃到1刀，来得及救。那边门的话也是摊开了，开了，然后球一跑是能直接出门。这2人现在跟在一起就行了。木屋冲到越了门，主要还有把枪，你没有办法处理，所以现在只能先回头去挂一下园丁。2个人待在木屋，是认为对面有传送，来不及到门口吗？但是过来的话，其实也是有枪，我觉得还行吧。这把枪可能不是很好交喽。因为你如果说到不了门口，你传送落地的话，其实还是能够开到那把枪。为什么不直接交呢？直接交会拖得更多的时间，保证这局面是在一个平局以上啊。而且2个人其实快到小门了，差一些距离。对，我觉得如果过去的话，交枪不就好了？没错，可能这样会更好走一个小门。人现在是摸不起来的，幸运儿只能在地上接着躺着，他没有绝处逢生。幻灯师现在只能自己出门，这局面也是最终走向了一个平局。幸运儿这边也是一个挂飞。不过这把的话，其实即使他被调整过，他也是说在一个出门有一个很强的能力。是的，看一下这把是跛脚羊。哇，把跛脚羊放出来了吗？上来是直接找的勘探员，勘探员这边带的是一个单飞轮，比较少见。现在勘探员一般都是带的一个双单飞轮，因为他要保证自己的一个前期牵制。就可能自己怕前期被追。对，光携带一个单飞轮，其实牵制压力会比较大。不过这里的话是有1刀了。是的，差点围龙被拆掉。现在幻灯之想要回头帮忙盖一下板子，自己的想法没能打得出来。我想要接着进行追击，他不会放弃这个勘探员的。1刀出的有点着急了一些。我还有个飞轮，哎呦，这里的话。直接选择交物是被击倒了。对，勘探员大胆翻，他认为你这个跛脚羊应该还会再回钻围龙。那这个地方的话，可能你挂到老鼠夹这个位置，幻灯师那边也没有办法去安心的破译。对，一把机差不多个2台半。就这个，这个时间是属于我打到你1刀我就赚。对，我没打到我也不亏。是罩住了，这刀直接打。幻灯师带的一个飞轮加幻想迷，没有携带火攻反招。骑士这边是没有幻想迷的，光是一个单飞轮，出了1刀，打得偏了一些。但感觉这个地方还是有机会去打到勘探员。对，看一下差一点点时间，打到了。密码机不是很够，骑士等一下过来救援，看能不能保证自己只吃1/4的伤害吧。
如果能保证自己是1/4的伤害去吃，还可以救下来，接着跟保一下。但密码机的话，其实也还是差的，并没有特别够。这里要猜了，是猜普攻还是猜技能？猜的技能，还猜了一个香池。哎，马上成功了，成功了。那这样救援就很赚了，还能再帮忙扛一下吗？回龙帮忙拆掉，再猜，再帮了2个普攻。有回龙再拆掉，让邯郸原石钻到了另外一边。哎，骑士好像还可以再跟保一下，看有没有这个想法。是有的。贴到了骑士旁边，手里有闪现，这个闪现交不了啊，位置不够。再猜了一个普攻，但其实回龙上面已经被消耗了挺多的，一直是没有能击倒勘探员，最后还把闪现给交了。这样很赚了。因为密码机最后其实差的真的不是很多。对。骑士的3个技能直接换了一个闪现。想再控一下密码机，幻灯师是没有魂火反照的，所以他必须要躲起来，他不能给到这个机会。你要说这节奏因为他而续上，这局面其实能让劫魂者打成一个4抓。先抓骑士，一个飞轮，还是完成击倒。大门围墙的密码机是30多的技能啊，是40。想挂地下室，这个地下室一挂怎么救呢？这还是个法罗，感觉完全没有办法，就要不救了吧？但还是选择下去救了。可能也是因为来的时间会比较早一些，所以可能觉得有点机会。先放围龙，完成击倒，密码机96，应该是已经压好了。哦，他是用的那边的一个辅助去压的，也行，压得很死。其实是没有技能的，前武者想抓一下法罗，击倒速度很快。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你从地下室一出来就倒了，门也没贴上，而且这个点5挂到红毯外面的椅子，大门也没法点，不好开啊。你那边处理完大门点门的人，可能再回头2个人也就刚到小门。对，看能拖多久？还有60，可以再补个围龙。要封板吗？那边已经是有人过去救了。前武者不着急，但这个刀出的有点着急了呀。把板堵住了，但还没到小门。他手里还有传送，求生者现在顶防啊，还得有一个人过来卡。他们是选择了法罗卡过来，绕一圈从小推的方向传了过去。啊，但这里的话直接被处理了，那还是有一个快速回去的机会。那边只要一救人的话，2个人都还处在红毯的区域。他没拖到时间啊，平地普攻就直接给击倒。你现在愿力值是满的，几个围龙又回到大门了，你大门开不完。就算开不完，你也得有一个人去在大门给压力，你门底点啊。而且2个人都还卡在这边，骑士那边肯定是救不到了，救不到。过来法罗又是直接被击倒，甚至很难走一个，再去找幻灯师。幻灯师手上有飞轮，他现在需要拖到法罗能绝处逢生用起来。再出但是也是直接击倒了，没办法攻压，这个距离太近了。即使帮助到求生者能去走一个，至少能走一个。对，因为那波的话，确实他是一个传送落地直接被击倒了嘛。对，也是有一把雕刻家的对局。是。这个是我比较想看的，哎，感觉好久没看到了。想看雕刻家是吧？嗯，好久没看到了。哎呀，上来的话就是一夹，这一刀能命中吗？可能命中，但是回头一夹夹一夹，很快哦。对啊，这2下夹的，他转不出去了呀。这个时间快到了，他现在板区他自己都要小心一点，再补上了一个补上1点撕裂值，不敢交互。刚刚的2下夹实在是吃的太快了，再一个蓄力刀差一点点。感觉身位是有了，还好反应比较快。没错，他的前期失误现在只能拿道具来进行弥补了。对，没办法。
但是移形过去的话，感觉就要直接倒了一个飞轮。看一下这个板子，啊，但待会这抬刀太慢了。对。没办法，像鱼女这种角色的话，我连续2次普通攻击嘛。这样子的话，时间也是拖起来了。是。虽然说前期2个夹是给的比较快，哎，野人也来了，帮忙一下，但这刀也没打到，好亏啊！这刀要是能打到的话，多一点存在感。雕刻家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需要很快的去开到2阶的角色。是。一个蓄力刀，但是自己没有冲动啊。没事，你可以放夹再回去切就好。医生也来了，熟悉了，熟悉了。但是开到2阶了呀，这样打。其实你这么早给雕刻家开2阶，你可能下来之后，也会给到一个伤倒的机会，不一定是赚的。他们这种配合打法就是不管了，我就打一个前期，我把这个前期的牵制给你拖起来。还未上的打法很熟悉，那这样风险也是很高的。你现在伤害真的是吃满了，2阶雕刻家。医生这角色其实很难保的，他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单刀流监管者。一旦要凑得很近，他还能造成一个 AOE。那边野人的话，继续上猪想过来，他也倒伏地啊。野人这边带的是一个飞轮加唤醒美，也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而且医生其实也没走，医生也还在旁边。是的，一组雕像炸了2次。但我可以先放雕像。木牙出刀，想办法木牙出刀，给骑走一个兴奋。那野人那边也是直接倒地了，是他把自己的底牌切了，直接切成了个兴奋。看到2人，也是照到了一下医生的状态。野人还是不好做事，他的技能 CD 现在还有个7秒。好飞轮。他也在拖，人不能让野人来救，得让医生来救。医生来救，然后野人再帮忙辅助，能帮忙扛到吗？扛到了，医生扛到一下，再拱走。想再帮忙拱，中间手吃到了一组雕像的合成，再吃，只要盖了板，必吃这个雕像。他们想要去外围，赶紧先把野人的状态调一下。这个收益其实打的也挺有效果，因为把密码街拖到还剩最后1台了。看这3个人能不能去拖，能把这个时间给他拖上来。但野人有点危险啊。对，现在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因为一个坟场直接投到了野人，所以他不会给到野人去跟医生调整的机会。是。直接选上猪，那上猪就不管了呀。而且野人那边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大胆的下猪，贴脸雕像没办法去躲，医生点位被架住了，红太密码机不好再破译了呀，可能得换。但野人状态现在太惨了，气象要不给野人来个暖雨？那2个人还是离得非常开，野人那边是在小门附近。野人现在的板，野人现在的状态，到时候一个本场，你其实在修机，你不能次起猪吧，因为他这个 CD 比你快啊。嗯。而且现在他已经是知道小门有个野人，然后大门是有个气象，气象那边因为小门密码机不够，所以可能也会比较危险。哎呦，直接炸倒了。再一个合成，贴脸合成。嗯，就差1刀。野人也过来了，直接投倒了。那密码机完全不够。而且那个地方你要去赌一个2阶合成雕像是比较难，因为它太狭窄了，它判定是有一个范围的，它不是一个点。是的，有耳鸣，监管者现在在盘，他认为你求生者不可能从大房光明正大的过来，只能绕边墙过来，还是找到了野人的位置。对，但这里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放一组雕像。对，没地方跑了，2个人叠在一起。
先签七项。放上椅子之后，野人现在 CP 虽然还好，但是你这个人你是下来不了的。七项也是才第一次挂，时间是有一个60秒左右的，没办法拖。他骑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你没有办法去拖到这个七项去淘汰。这里也没有地窖。对。要不就下来，差不多就要下来了，对吧？万一能救下来，搏一搏。哦、哎，真救下来能救！一个打椅子，单架的话可以先把野人炸倒。是。现在已经不是想能不能走地窖了，就多一点分是一点分、啊。因为其实每一局的演绎得分也是会有影响的嘛。对。就你的段位跟你的演绎得分。是的。少扣一点排位分啊，或者说在这个深渊的积分上能多一点。这也是3级云直接飞了过来，同样的也是想再救援一次，但是可能真的就只能救下来，因为你有个人肯定会立马倒在旁边。是。我等一组雕像就行了，一个2阶合成，气象也活不了。是。再一个兴奋庆祝。也是同样的再次完成了一个4抓。医生这边意识到都会给到咒术师一层喉嘛。这里是看到的守夜人，去往大房。大房这里是追击的记者啊，但记者现在已经是跑开了，并没有看到一个踪迹，所以想要回头去找一下小房。哎，今天挺有意思啊，4个都是熟人。对，这个求生者，今天感觉很多局都是，对，因为可能也是到了比较靠后的一个阶段，就大家都要出来打了。没错。都是一个在榜上的，然后看到勘探员这边是往地拉，他的勘探员其实一般都是带的一个双弹飞轮。遗稀先把弱风给引线切断，否则刚刚那一刀会吃的。哎，卡了一下魔，哎，这刀能打哎。他如果刚刚魔不卡，他其实能翻版的。再一个弱风碾，哎，回头吸到了脸上，好飞轮，还好飞轮。那交出了闪，时间的话也是在一个50多秒。但这个击倒其实还是有点偏快了。这4个人实在是太小气了，把自己的天赋叶全部挡住。乌丑应该是带了化险为夷的，有没有可能全挡住了？全挡住了呀！记者肯定是带了化险为夷。监管那边也挡住了。对。乌丑现在其实有很多护者也会单带一个飞轮，看他这波救下来有没有化险为夷，没有化险为夷，但就是一个单飞轮。想要帮忙扛刀，能扛到吗？扛到了，回头一个盖板。但这个也算是可以接受吧，不亏。他自己这个眩晕时间其实并没有多久。对，而且你可能勘探员一会儿自己下来之后，你开了技能，他牵制起来也没这么舒服。想火箭带他走，能帮一下。难了，火箭带人走，但是冲的这个方向让守夜人拉近了许多啊。一个远袭，强风能吸下来。哎，差一点。这样的话有机会进前面的板子。是。而且还能再跟你绕一下一板一窗。那时间的话是赚了不少，很多了。记者还有化险为夷的，你想拦截记者的救人是不可能的。再一个翻板，拖的时间拖了很久了。哦，甚至现在还没倒。是。那你被迫踩板的话，其实前面还有块板子呀。场上密码机就差了2个小半台。网红胆去，记者现在在旁边进行辅助。现在过板也都得自己要担心一下，会不会有高傲飞突然砸。而且也不需要记者来承担这个密码机的压力了。对。这强风提线吸了过来，记者没能来得及放出这个奥飞。想硬摊到记者伤害，那你摊了他没关系啊，他还有个救人奥飞。对，而且因为古董商那边已经解放了，密码机修完可以古董商过来救，然后让记者那边去贴门。哎，放了个板奥飞，想要偷袭盖一下。这化险为夷可能还是要给，因为这勘探员极大可能是带了一个双弹飞轮的，还是让记者来救。2个人配合一波，反正这个地方本身也离大门的距离非常的近。放个救人奥飞呗。对吧？那古董商过来必须要打一个3棍了，打了3棍直接开。
2棍，还有第3棍，啊，直接开，不开吗？感觉得开吧。但这里的话反而是还有个飞轮，飞轮，这2波飞轮其实都很关键再回。弹，这一波很秀啊！这个时间是拖了起来，但大门开不完，开得慢了一些。别过来，感觉门的话会差一些啊。是的，再打2棍，还有第3棍，第3棍也再打出去，没办法拦了。主要你过去，然后牵制了49秒，看到有个机会吗？好看一下。一文，是一文的邦邦。他这个邦邦拿出来之后是朝着木屋进行追击啊！哦呦，这阵容里边可是有个玩具商，邦邦可不喜欢啊。那中场玩具商要准备去放跳板了吗？他那个点想要去过来，先直接找一下先知，但是先知前期有一个比较远的拉点距离，已经到2板1窗了，所以他有点不太想抓了，想要去回来找一下调酒。调酒没藏，想要直接战，这点位很差，你很容易吃到1颗雷，再加上一个普攻的。先吃1刀，直接往中场转吗？中场有跳板吗？好像没有放。而且这个点要去转到跳板，感觉也是有点勉强。对呀，这里再吃到一下。看鸟了，哎，但这个鸟直接给，还是炸掉。这个跳板距离是不是太远了？哎，但是这道没到，9回上了，想硬走跳板，那护腕呢？护腕也没有给。你现在知道现在最害怕什么吗？什么？就跳不上去。是的，就跳到那个角然后下来了。这是玩具商不害怕的，这是跳板的那个人该害怕的。移形过来，想接近。玩具商其实刚刚应该在那个地方放个护腕的，你要让他放个护腕，这里其实他就能利用这个护腕直接拉开距离了，你摇过雷都摇不到，有点可惜。邦邦现在的话是给到救人压力了，谁来救呢？让律师来，律师携带了化险为夷加飞轮，没有带回光返照。起码律师他救下来人的一个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基本上不可能说是救不下来吧，对吧？时间不要卡得太差就行。是下来直接救，哎，这个先用了一波，直接救，等于无伤吧，就吃了1/4的一个中弹伤害。想再拿雷架一下，剩下这一波，即使你玩具商还携带了一个化险鱼，我觉得也可以卖了，没必要再救了。如果说为了这个局势更好评，玩具商可以试一试，就担心你救不下来，你一旦救不下来，这局面能让监控者直接争1个4。但这把其实目前还是有平面的，对，就不一定要救，而且它挂本身就是挂在一个大房，那你大房能够去卡耳鸣的地方也是比较多的，就稍微卡一下耳鸣就行。是的，你玩具商要是不救，等一下监控者这边移形好了，我就可以出去直接换抓一个人，秒贴的。能直接抓先知，也可以抓这个律师，他们的牵制其实都不太能牵制得动，因为比较偏白板。先知的1鸟也已经给过了，你要是救了这个化险为夷时间一拖，那外边2台密码机都能修到至少7、8成。这里是已经看到脚印了，没错，距离也很近，但是不想着追击的，小回来想蒙一下试试。但这里的话不太能继续修了吧，还是多修了一会儿。感觉得提前跑，因为你如果爆了不救的话，其实得提前跑的，不然就是一个传送落地秒。没错。再补伤害，完成击倒。你移形直接贴脸，然后你本身就是掉过一格状态的，一炸一 A 就倒了。是的，还能压住你这台遗产。这个信息交流的还是失误的比较多。你玩具商不救，你律师就应该提前跑，你是距离他最近的一个人。而且你移形是已经要好了吗？对。所以你好了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得有所防范才行。100秒嘛，其实还挺好算的。当你使用的那一时间把门关上，你其实就可以看那个头像时间，那个1秒倒计时了，100秒。再过来，玩具商必须要救下来之后，2个人都得带走。哎，人没救下来呢。哎呦，还行还行，他可能以为救下来了，然后他跑了，跑了一半发现不对劲，是的，还没救下来。
这个护腕直接弹走，你玩具商也得走啊！玩具商在这个密码期待着的话，也等同于自己又死了一个遗产啊。不过外面的话，其实先知那边已经是新起了一台了。是，这一倒个遗产，没有下个幻想翼能带走啊！你不能指望先知带一个幻想翼啊。今天新起的话还好，律师那边起的会比较快。那这样的话就是看一下伊文那边怎么去排到这个先知。对，如果说能在密码机压好之前找到这个先知的机会，这把是有机会多抓的。没错。而且这里的话还有个跳板，能够去跳到椅子附近。这个先知携带回光返照了吗？不好说。如果没有携带回光返照，这个人应该就要卖了。对。 主要这个有个玩具商跳板，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关键的一个遗产。对，那应该是携带了。想搏一搏，搏一搏平护刀。哎，飞轮先规避一次。哎，不躲吧？救了下来，你这个位置卡住了呀。他自己的一个走位失误，让监控者把他卡在了一个角落，然后导致这个人你即使救下来了，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先挪开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就有一个3抓面了。 因为其实现在你移形也已经好了，而且玩具商那边比较难去牵制。对，地窖的话是在圣诞树，他们是选择了让玩具商直接去点大门。哎，不过这里的话想稍微再苟一下。其实那个跳板又跳了一次，哎，传送传了个月亮门啊，人被无上救了。那边大门能开？是，大门绝对能开，你找不到这个玩具商了。 然后这两个人一分散跑开，一个冲月亮门，一个等等，他们俩想去冲大门，想试一试，万一要是3跑了呢？能来得及吗？大门还是个地窖，感觉能开掉大门，能开大门能开，但能冲出去吗？哎，这样的话要走地窖了，那个先知要回头走地窖了。律师只要能冲出去，哎，这个飞轮又早了，能直接炸到吗？哦，炸倒了，能爬出去吗？距离好像有点极限，好像能爬，一个切，哎，我觉得不摸比较好，就硬爬，对。 这个摸你反而让这个律师他出不去了，而且这样的话你会把先知也害了，因为先知本来想着你冲门我冲地窖，结果现在2个都没出去。这个摸我觉得有点多此一举了。这一平一刀还是完成击倒，那是守夜人跛脚羊对吧？雕个家，哎呦，风眼也来了，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个是真好，就是眼看多了有点会晕。对，而且这把的话其实感觉求生者的阵容也挺有意思的，对，因为他们是依咒加勘探。 两边都是非常有实力的，而且时间度都很高。果然会晕，但升级医院其实对于风眼不是很友好，最友好的地图就是永元阵嘛。主要是它有一个楼梯底去调状态的说法。对，而且也不是很好架得住。这阵容里面的话有医生啊，医生就更不好了呀，医生加咒术。 风眼不是很好追击，只能频频去赶一赶了，因为在那一边的能量呢都已经是耗尽了。去往木屋，但木屋封不住啊，木屋已经是先控能量了。哎，这里能滑到一下咒术，已经1阶，哎，2下。而且这把老头他是携带了一手兴奋的，对，兴奋就不是很好去抓了。哦，木屋封起来了，那就不好说了，比较好抓了。 直接进来，过去他其实没关系的，一个兴奋开出来一个飞轮，但是还是过板拿到了。是，求生者没能料到，你还敢就是说是头铁过板？但是监管者嘛，我是个兴奋，我无所谓，你爱砸不砸？我直接就是头铁过去。对，求生者会认为就是说你这边互压了一个飞轮之后，他可能就会抽刀。这波是选择让医生贴过来救。 但废墟那个点位也不太好牵制啊，因为废墟这个点是能封死的。是，都不是很好过来。这个强风的整整齐齐。哎，不过还是救下来了。对。哎，这里死擦了。两个人配合出现了问题。但也没关系嘛，反正医生那边可以继续调。对。就是看一下咒术，他这波。 又出不去了呀！对，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刚刚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废墟的点位是能直接封死的。医生是翻墙过来，想要帮咒术师能翻出去，但感觉咒术那会儿是不是已经倒了？倒了。对。
所以说两个人现在配合想强行吸一波，但离椅子有点近，这3秒的位置不是很来得及吧？一个滑瓷，强行丢了下来，手上3层猴来得及放吗？小猴先交一波，这个废墟的能量还是太多了，完不了啊！只有2层猴，哎，没封死。外圈没有封。对，那这样还能拖。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有一些牵制的机会了。他这兴奋其实是为了咒术师给携带的，但是没有想到第一个人追的机会点就是咒术师。导致他这个兴奋有点用不上啊！你这勘探员他手上刺激毕竟是有限，咒术师可以一直抵。还是得把这个板子先踩了，不然他一直跟你去绕板。对，勘探员一直在旁边，那你要在旁边，这里的磁铁就一定是要帮忙有点恩断义绝吧。再帮忙抢714，要不过来帮忙卡一下位置呢？然后咒术师自己一个人玩，也来了。对，不想持刀，一直拖。但前面2个板子都已经清过了，现在只有脸上这些短板。你一接近勘探员就吸，你一接近勘探员就吸。而且你那边兴奋刚交。对，脸上博弈，想抢，把这个路封，没有。医生过来卡板。对，但这个地方其实能量已经是被消耗了不少。就完了，这个磁铁再一波吸，卡顿你这边想强的目的。然后还要继续去调一下咒术的状态。是，你赶紧过来了，先翻过去，2个人跟翻。他那边在旁边一直在控能量，外边是剩下一个修密码机的人是佣兵啊。佣兵最惨的一集，跟那个局的气象差不多。那佣兵修的还是慢一点的，就比较痛苦。现在咒术师的状态也已经满上了，没节奏了。医生的话也是把自己的状态再调满。我突然想到这么一句话：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是这意思，对吧？对，废墟其实一直在这个点绕的话，他不虚你的呀，因为他那边根本就没有能量，还做动作是吧？有点痛了，这个老头。这个监护者有点上火，把墙先封住，路给他封起来。做完动作就要付出这个代价了。是的。然后这里可以选择直接翻出去了。对。因为其实最后一台只差60%左右。续刀差一点点，极限清板。就是在帮忙扛，让自己的技能又能多了一层。没错，这就是高端局。高端局在打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直跟跑，一直 OB。你监护者可能面对的不是一个人的一个牵制，可能是2个人。现在是3个人。对，这还不是拉他队员。已经是有个医生在一直控废墟的能量。医生还在周围。你给到时间了，那医生可能还会把这个状态再补上。这一击倒了，是被抓到的机会。佣兵那台其实就差30。对，这种时候不需要佣兵了，就让他们俩来。哎呦，先吃一刀，反正你现在也签不了。哎，看那边并没有打算再吸了。想要换位吗？找佣兵，还是说是2个人配合救一次？佣兵应该是不会再挪动自己的位置了。佣兵其实可能就是负责破译就行。对，他一旦要离开了这个密码机，肯定够了。即使过来给上一个化险兵，这2个人不一定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直接能过去。哎，勘探员被击倒了。是的。但这个点的话，医生那边还没能贴近。好救吗？这里能量400啊！但绕过来了。不是很好救吧？医生应该也没有携带一个活用反照。哎，这里给到机会了，能救。再一封，又封上了，就救不了了。是的，这段还得滑一下才行。哎，好像有条缝，有条缝啊，救下来了。
又是一个飞轮，避免刀气木压了。但这个兴奋一交完之后，你后面开门战就很难打了呀。是你没有开门战了，他们现在直接开大门就行了。对，再翻到脸上来，直接先逃出木屋，因为木屋这边的墙都给封住了。是的，勘探那边还有2块磁铁，还能再帮。这倒不好，要4跑啊！他好像没带挽留，哦，带挽留了。带挽留接近不了，也很尴尬。大门现在马上要破1点完了，已经是8成了，拦不住，自己还要翻个墙。好像对面4个求生者是监管者，但是还有磁铁，对，还有猴，他跟不上，他兴奋也用了。这3个人是稳稳的出门了。哎，第4个呢？第4个跑哪去了？是，在附近。灯光位置是个地窖，想硬走地窖。但这个地方，墙对这个地方爬了之后是有机会爬过去的，但所以它是多封了一道墙。看风眼这边的熟练度了，一直封，一边走一边封，跟时间上的赛跑。不过那个地方其实墙掉的没有特别的快。对，看来得及吗？应该来得及了，能牵起来，等墙消失。2个人面对，我都还没看到佣兵，因为佣兵全程在破译。哦，女巫来了。哦，今天是1个角色见1次。看到女巫这边是追击的空军。空军这边是携带一个飞轮，然后桃大师这边带的是一个单化纤维衣。园丁不太好猜，现在园丁有飞轮加化纤维衣的，也有一个单化纤维衣的。去红地毯，红地毯是干扰到了桃大师，直接选择交枪。再不交枪呢，就要进入到短板博弈了。不过寄生没停。对，寄生没停的话，这个点要给刀了。是，但他自己带的是个闪现，不是带狗。想闪现跟上，哦，想应该弹不到，不太可能能弹得到。你因为弹桃大师空军就不一定能跑到哪里去了，你找不到了就。我来先等一下信徒的位置。那你闪现过来，再交了一个飞轮。没错，他的飞轮是预判。因为女巫的信徒有的时候还是比较难木压的，他一个抬手动作的话，其实并不太明显。先挂上椅子，好，当时要给他换位吗？换到塔围墙。哦，并没有选择换位，想让他倒在那里，过来再救援。不知道好不好无伤啊？感觉不太能。要是能无伤会很赚，这样桃道大师就能保证自己一个满状态，我可以在2救卡1次。哎，先打了出来，不敢直接上手救，怕震慑。对，这样椅子的话其实比较好救。但板子没有的话，哎呦，这个还没打到，还要再等一下，下一道才打到。你这一波贪时间，空军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脸上的人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园丁现在还好，园丁没有给到这个拿刀的机会。女巫现在没有办法再去贪空军了，因为距离实在太远。本体已经没有闪了。对，不过空军那边你可以先等一下。对。一会儿再处理，因为现在其实他们也都没有去捡到一个女巫标这一帮区，现在的话是园丁已经捡到了。这里是跟上拿着这一刀，监护者现在也想着尝试着赌一赌，他想赌这边园丁没有去携带一个化纤维衣，一旦要没有化纤维衣，那你接下来过来救，我就可以一直打针对。哎，可以一个修一个。对，女巫的话比较好处理。对，园丁的作用就没有办法打得出来了。看园丁的救援。哦，一个预判闪现，想要先打一波受伤，让这2个人都没有办法做事，一个空军，一个勘探员。是的，再加一手磁铁，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他这刚刚那波的风险已经规避掉了，是没有掉到状态。这刀可惜了，真要是打到了，确实很赚，因为勘探员你就没有办法再过来救援啊，或者说是 OB。又一个头铁，不想浪费时间。也不想给到园丁能无伤的机会。现在有个化纤维衣，化纤维衣再带走。勘探员他是一个满状态，所以他可以再过来进行2次救援。一把机其实现在不太够的，
主要前面也是有一波换节奏嘛，对，所以导致大家的走位都在被赶。是的，换节奏比较快。等等，园丁这里哦，还是去了一个秒盾，想要逃开这个位置。大房是地下室吗？这里要是个地下室，哦，不是，木屋是地下室。但是这个信徒有闪，没错，想平高击倒。没有地下室，只能挂在外侧，让勘探员再过来。好，大师是半状态，现在可以去墓地补充道具，他现在不能出现了。那他的位置其实还是在大推往那边赶。对，勘探员被救的有点早啊，但想要去切一下脸好上，像还不好救。这里勘探员给到了很大的机会，他也没办法注意到你这个监温者对他有想法。对。而且现在的话，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半状态，可能得来一波配合救援是才行。，哎，很危险了，这一刀打中了。接下来人是能救，他甚至可以直接打哦，二者的其一都可以。但是你现在是给了一个双挂的机会，没错，而且你还全残，是你还都砍在这里没密码机。对，这里再打到桃桃大师，可以先挂桃桃大师了呀。我没记错，桃桃大师好像是一个挂飞吧？那他过去大石头那边也反正没办法救，哦，一个闪现着急了一些，也没关系吧。哦，那打到边还是救不了。有时候四抓就在一瞬间。对，不是这样的。对，勘探员其实这里也是有一点着急了，他命中求生者次数是13次，可能因为地下室能是直接免疫他这一点。是的。哦。然后呢，看到这个台球手。台球手面对的同样的4个隐藏天赋的，上来是直接找到这个小弱家。哦，又想换，想直接找个昆虫。我最近其实我看到小弱家他这个角色在面对台球手，他真的是有点怕对面去带个兴奋，一旦带个兴奋，你这个隐喻其实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很多的小弱家都是吃这一亏，而且很难牵制他的动。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台球手在面对小弱家的时候，等会100板。不过这里的话也是先帮忙盖了一下。是的，1对1台球手不怕的，但是你要是2对1，这个辅助还是有点难受的。他手里带的还是个闪现。不过这个地方的话，虫群可以再帮一下。对，他手里带的是闪现，所以不是很好去针对这个小弱家，所以就只能去换追这个捕手。现在就有点难受了，这个板区会一直因为这个主球的影响不是很好去运用，再能拉开，这主球一直影响，这主球哦，反吸到了，完成击倒。密码机的话是2台半，没错，先锋机子，熟练度太高了。他就打的还是比较流畅。对，你要换做我的话，我可能在那里要站个10秒。我需要在那里放3个路径点吗？直接贴下来。对，先吸这个隐喻，打出这一刀还是细节的，直接就是说是避免这个视角，让他吸到更多。这波虫群推了一下，有没有机会？想打波击刀没打成功，看能不能多拖一会儿吧。因为刚刚小说家那边已经是给了一个双打，如果你这里拖不到，整个节奏就没那么快了。单拖，是不是还能挂地下室？这距离有机会吗？好像还可以。但是这里好像没选择去挂地下室，想要挂到后面的椅子。对，挂在外边。密码机已经是一直在去给他削减的。不过咒术那边是选择了过来去摸一下小说家。摸起来没多大用啊，这个人过来给压力啊，你现在不很救援啊，先打一刀。但是这个走位的话就没想着救了呀，我一看你那边可能离得这么远都来不及救了，节奏越来越差了。这阵容太尴尬了，没有一个很好的救援能过来给压力的。而且刚刚那个走位2个人都离得有点太开了，所以他知道你如果都不去救，你这个走位肯定来不及救的情况之下，
他其实就直接去外面续节奏了呀。你看你短短这个时间，昆虫刚挂飞，咒术跟小说家又变成了一个半状态。这几个角色没那么强的一个机动性，就是说是我快速位移，领域换了也没多大影响，再快速接近就行了。又抽刀，直接抽倒。但这个密码机现在有点难够了。是的，哎，闪现还好了。回头盖板，手上4层猴了，先回头去挂这个小手夹吧。说真的，我现在其实很少看到有的小手家就是说自己1对1的去能牵制得动这个台球，其实比较难，真比较难，并不是说大家看到的他换个隐喻就能很好牵制得动。反正我看到榜前的那些玩小手家的，面对他带个兴奋，你可能50秒就被击倒了，很快，而且很难续航。对，这台球手他手上的这个惯性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对于小玩家来讲，你在翻窗啊，或者说翻板，你必须要搏到才行。你要没搏到，他过来，我还是能直接给你跟随击倒。对板速度，他们肯定是要去带的。你的咒术那边也是想尽量的去拖一下，哎，吸过来，但你如果是要这样拖的话，再一根，这个位置手上是有2层猴，一个蓄力刀，是伴随着冲动。他看到这个是在那里了，所以我直接换个位置挂。这里挂上之后，还可以再利用自己的一个路径，把角落那边密码机再封一封。这一次封好像是能直接扣密码器，这样的。所以咒术直接过来，对，交技能了，交技能救了，不想给你机会，对，去找这个邮差，因为他也知道你挂到这个椅子的一个目的。是，现在手上有闪现，这个闪现直接击倒小手家就行了。想象他想越过这个咒术师，哎，这一刀直接打到了针对，砸了一个头，但是密码机还是不够，没什么用。这个技能能吸得出来吗？吸不出来。想让2个人混一下，还是挂到了针对。那小说家已经是一个挂飞的状态了。对，那你咒术现在就算起来，可能也是比较难拖。没什么用啊，他手里有闪现。这个闪现一击倒，你那边人还没能贴上门呢。哎，没封住。哎，这个闪现交的也有点急了，那这个门能贴了。他是拖出来一个邮差，从4楼后面跑到伞门去点门的时间，就是个3抓了，想要再摊，想摊个4，来得及吗？感觉有点极限。主球不够啊，他主球要是够，我觉得还能来得及。你不够，不太可能。哎，但是他这个哦还行，他这波撞模型，导致自己差一点，就是说没能出得去。但过来咒术的话，其实也是比较难走了。是，乐文火去后续跟上拿了这一刀。是的，来小提琴。小提琴，哎，今天是不是第一次看到小提琴？对。这边一个预判，但没敢拉。那个位置要是拉的话，有机会命中吗？有机会。其实感觉试一下也还行。对。因为这个地方它大概率是要跟你先转一圈的嘛，还是会有一个拉伸位的说法，所以你技能也等好了。没错，法罗这边带的是一个双弹，我们是能看到这个天赋的。哦，这4个人是只有幸运儿没有去携带一个回光返照，一直在跟。对，等下一波音符了。对，现在已经是破瘾了。但这边想要过来找一下吗？他觉得他在这边，对他找，他觉得他过去那个1.5的地方了。没错，这个卡小，但是没能反应过来，再想尝试抽刀，反正一盖板回到了。哦呦，也是拉到了，左甩，
移形接近，刀出了急了一些，不急这一刀能拿到的。不动伤已经过来了，等等，野人也来了呀！这一个果哎，但果失误了。过来帮忙也是古董商都给了一刀，所以现在有点不太想要去抓法罗了。是，嗯。哎，突然就二阶了，感觉还是来的人有点多了，太多了。现在新人的调整，你密码机其实没那么快了，所以你现在往这上边搭的这个人，我觉得只需要一个古董商就够了。这二阶野人好救吗？就是感觉能救，下来敌躲着人线，别扫到古董商。主要是会被逼救，因为那个地方他已经是刚刚骑过猪了。没错，技能在 CD7，然后这里的话然后再一个二阶扫到了，给了个双倒。你躲不躲都没什么用，因为你就算躲掉了他，平地刀还是能拿到。有点坏起来了。是，太坏了，谁能来救呢？金远儿，金远儿现在还有一个包裹，这个包裹得许愿一把枪吧？金远儿得来了吧？来了，到2.5了。是，还是有点远。还不许愿吗？太极限了吧？哦，许愿成功了。许愿成功，但是没有开成功。对，如成。然后传送落地，那这个人也救不了了。哇，还要被拉倒。一个精准的技能命中了。发生之后，后续其他人来救，其实也是一个慢性死亡的过程。又一个直接击倒。野人现在没有绝处逢生了，属于在地上要躺一辈子了，再去找法罗。这局面就是一个索尼4抓了。这法罗那边本身也是一个半状态。对。哎，不过第一时间是没看到，再回来就看到了。是的。现在排位其实就是属于这种乐于助人的行为太多了。但是乐于助人，它也是有风险的。对。如果你助人失败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就是让你躲好，别被发现。是的，侦测次数是1次，然后剩1命。千万得去换抓。是的。不要把自己搭进去了。你光是投掷一个技能的话，其实求生者他并没有能力去拉得多远。现在想直接绕，谢鲁岩是先收了一个风窗，动了一下交互。幸运儿手里是个香水，是明显的许愿失误了。回头，这个窗户是可以翻的，先记录，翻一架。这里记录的位置是不是记录错了？再一个风，不过平地的话就有刀了。对，去往木屋是有古董商，古董商可以过来帮忙了。他再不来帮自己牵制，很快就被击倒。可以一棍一棍的去打了。不过可能考虑到因为身位是比较充足。哎，反绕。幸运儿意识到，回头走，古董商可以过来帮忙给一棍。闪现时间已经好了，如果不帮我给的话，这个闪现肯定会直接过板。那这的话是有弹射，不敢直接交，他怕。但古董商的话又来了，肯定是要打的，打完了之后再跑，一棍一棍的交，只要能保证这边的一个幸运儿有一个安全位置就行。回头绕，这边反绕的话也是很快的就被发现了，是，应该是古董那边报信息了，过来再给一棍。2个人去拖，哎，好像又被反烧了一些，这闪现直接交，但是这边还是有帮忙扛刀的说法。对，再一个点4，想帮忙卡一下位置，能翻这个窗吗？好像有个风交互，发不了，那还是直接被击倒了。拖是拖了一些时间的，但是密码机可能也就2台半。古董商过来，先骗。
跑飞轮，但这一刀的话想要硬拿，我觉得这一波是亏的。求生者，因为他掉状态了。对，你状态不丢那还行，但是你过来这一波帮的话，我是觉得你这个状态一定会丢的。再回头一个点4，想要硬换吗？但是哦，不都没挂过吗？是的，他想要换星女儿在外边，你至少是能去摸枪摸娃娃，把这个节奏给他替上也可以。那这波要是硬换的话，其实节奏上求生者会稍赚一点点。监护者知道他们的目的，所以说想要过来接着追这个星女儿。反正你那边过来救人的话，也是要开一个化险为夷，把那化险为夷给浪费掉了。你现在要是把星女儿放出去的话，不知道他等一下会摸出来什么东西。是，不过这里的话也是帮了挺多的。对。监护者的视角，他肯定怕你，万一摸出来什么手电筒啊，摸出来什么枪啊这种道具，一直过来等一下接替过来帮忙辅助的话，他会很伤。而且过来找杏仁的话，其实他那边也是拖了挺多时间，所以现在的话人救完已经都在破亿了。等等，这一波倒了地下室，你的前期帮助可就没那么赚了。毕竟已经没有化险为夷了嘛。对，化险为夷刚刚佣兵的是已经给过古董伤了。大船的密码机还是个67的，能一直封。佣兵现在也没有一个化险为夷，只能说是救下来帮忙扛刀，人是一定要救的。就看这个刀扛的怎么样了。不过这波的话，可能想让飞行家那边先再修一下，一会儿再过来救，考虑压满了，因为密码机有点不太够。这要压满，也在于那一点，能不能扛到刀？哦，这个刀太关键了，他想让飞行家先亮掉，然后再过来帮忙一起扛。但大船一直封，监护者知道他们的一个想法。密码机75，修不亮，一直在封，每一次都封住了。但还得帮才行。是，得先打个佣兵。记录员是不管的。哦，手里有闪现，佣兵等一下就倒地了。我闪现过去，我先击倒这个信员。是的，而且密码机的话已经知道是刚刚一直在锁，所以不太够。这波还能再封一次吗？先上去，上去先吃场。哎呦，这市场一脚，可就严重了呀。是的，而且外围那台机其实也是一台新机，所以没那么多。加上你这一波把幸运儿挂完之后，其实有机会出来再把佣兵也挂下去。没错。现在飞行家赶紧去摸一下佣兵吧，不然又要下去了。这记录员可是记录了自己的时长的，等一下到时候再补个时长，可就你古董商也就白修了。哦，直接过来，还在修有道具。古董商还是一个2挂，他只有一个单飞轮，只能往木屋牵制，木屋板子也已经用过了。直接追击，他就让你大船修，等你修的差不多，等一下一脚时长，我再给你串回去。而且那边密码机现在还被锁了，对他一直留着的，哦，一直在倒退，怎么办呢？哦，好盖板，非常漂亮的博弈。现在就看他能不能拖出来了。对，这里再一封，好像没能封住吧？哦，应该是封住了。从信息看上到那交流啊，个信号，对，信息上交流应该是看的是封住了，感觉又要再发一次那个信号了，是封住了因为刚刚那波应该也锁住了。是封住了，因为现在密码机又停了。再一刀，这一刀只要击倒了，其实就有点死了。哎，他刚刚那波市场用了吗？好像用了。但现在其实他又有数据可以看了。是。但现在其实差的还是有一些的，还差20左右，密码机单人破亿可能有点难。对。24啊。这要是封得准，这一局可能你都开不完。人救得下来吗？这护腕都交完了。对，救倒是有机会，但是密码机可能有点难。修不完，而且你压得太死，很有可能会直接亮个挽留的。
贴到椅子旁边，一直薅。哦，即使自己震慑了，他也能接受，反正自己不会倒地。打个恐惧震慑再救下来，为了保证古董商能先跑开。那大船密码机是不是又封住了？先一刀先击倒佣兵，他想要换挂。现在牵上椅子的时候，就是最能去抢密码机的时候了。甚至还想要再摊一下汽油刀吗？好像摊不了吧？哦呦，硬摊，真的吗？这里有个板哦，想要挂上之后直接贴椅，贴椅子它可以先记录，记录之后，再打恐惧震慑，不会又封住了吧？封住了。我就知道他这个信息肯定会出现。对然后这里再挂上之后，飞行家就不是很好跑了。对，不过飞行家也是给了佣兵一个回击。哦没，错，双方都是在想着关注一下对方的身体健康状态。可能还是怕被监管者找到了。对，这里飞行家还有个喷气背包，但喷气背包用不到这边走地窖啊，100秒啊，能真的躲住吗？还在找。是，记录了一个出刀，门肯定点不开的，他只能想办法走这个地窖。走地窖的话，还是得再去拖一下。我突然有点失忆了，这个飞行家什么时候教过悬停啊？这个悬停教的，他让自己的这个走地窖可能会大大降低啊。但是也还有机会吧，因为现在挽留可以再拖一下。还有63秒，手里已经就是个时长了，没办法。哎，一刀直接击倒，也是被记录上了。那这里也是完成了一波4抓，在前期的一个辅助帮忙上挺好的，但是你不能死在地下室，你这个地下室导致你这个幸运儿是必须要队友来帮忙。对，你又不能修。是，在这边又看到是个女巫过来追击，有玩具商单带一个化血梅衣的，然后调酒这边是双弹飞轮的，大副也是单化血梅衣，找的机械师。哦，这一刀的话想要先拿，位置加出了。那这里要不吃寄生，要不吃本体，吃掉寄生，想要拉走到大船。机械玩偶好像还在身上。对，他还没放。但你要不放，你这娃娃等一下怎么破译呢？先放狗，卡住了交互，走不了了呀。然后再有一个本体分窗。是的，这个娃娃打女巫局不能不放吧？这个时候放又给到了一个本体的刀，存在感。地下室，还地下室，地下室一游了，给一个卖了呀崩！地裂的开局。这人不能救了。知道你是放狗的，还是个女巫，并且跑到地下室，一定救不了了。那边踩跳板过去先卡一下耳鸣。没错。这个没有任何救的收益，除非你能无伤，并且你还能安全的出来这个等等。玩具商刚刚是想卡一个飞翼，因为在这个楼梯上，他如果卡住那个缝隙，是能直接落到地下室口，然后进去无伤的。能无伤成功吗？但这刀想要先打。因为你机械师那边其实也是牵制不动的嘛，我只要能够多摊一个状态，我都是赚的。但这波救我觉得没有任何赚的点啊，很亏，让自己本身亏的节奏更亏了。你现在还续上了节奏，你玩具商等一下我也会给你挂上。你现在大副必须要给上化血梅姨，调酒呢也是需要放弃自己手上的密码机过来进行救援。是，而且还是得先调一下状态，不然你到中后期更难打了。这里想先挂一下玩具商，因为他认为这个机械师我在追击的时间可能会让这个玩具商起来。不过这样的话，其实调酒那边也是能够帮机械师驱掉，然后再给瓶酒。这波还是缓了一口气，自己把节奏稍微断了一点点，放了只狗，能打断这波回酒吗？直接切了个闪，没能给到一个机会。娃娃还在，这娃娃我觉得真可以省一下，不要这样去放。你即使能扛了这刀，你这个狗它的 CD 时间还是能接着咬的，你跑不了。而且我觉得娃娃可能还是开局先放了他走比较好。你都已经木屋拉到大船的方向了，是。其实本来这个玩偶应该是能在外面修的挺开心的。
这娃娃，我觉得你甚至给到大副都挺好的。包括你现在玩具商，如果他把你这个娃娃捡了，我都可以给调酒，让调酒去控制娃娃去出击啊。这头还是得先拖一下，因为他得去拖一下玩具商去摇的一个时间。是，可以先放，一刀一刀打，打到了，打到机械师的针对吗？想先挂玩具商，玩具商是2挂了，哎，摇下来，等等，坏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结果2样都没吃到，这里交了个闪，只能交到机械师身上。哎，但那边也是打到调酒的一刀，这里离信徒的位置有点，就是在信徒脸上的一个刀气范围里面去调整，有点不太转呀。这一刀别被打到震慑，你要一旦要打到震慑，或者说摊到这一刀，节奏就打不了了。好像缓了一口气，玩具商这边又跟上了一个寄生，那就有个跳板，觉得可以先去管一下机械师。对。现在没有跳板了，接下来他没有办法去应对闪现了，节奏还是很差。他并没有说是让求生者能缓一口气。等等，这里还能再吃个寄生吗？这不是寄生，但是本体。没能给到这个监护者机会。那边是想赶紧调一下状态。是。不过调状态的一个位置，其实本身离女巫的本体会比较近。哦，玩具商这边还是收了这个大船的跳板，这个大船跳板监护者并没有去踩。现在就看一下他们第2波到底能够牵制多久了。他现在是没有办法找调酒的节奏的，他只能找玩具商，抓玩具商会更好。这时候找调酒，毕竟他是双条飞轮的，他的闪现也已经交了差不多了。尝试出刀，没能出到。看一下原生的位置，这里双包先拿一刀吧。没错，先拿一刀。不过这刀给的是原生刀啊。那你这样子追击的话，其实后面还有个原生闪要吃。他不能往木屋去牵制啊，木屋是最后一台啊。可以硬牵回去了。他现在想用寄生先去单挂一下玩具商，然后让原生去守木屋的遗产机。没错。那这样子的话，就得大副贴过来，直接救。对，直接救。不要给到女巫这边机会能去守到木屋。因为密码机已经推到9成了，然后大副来救调酒修，最好是大副给刀，然后这边救下来之后让玩具商把这个寄生吃掉，能拉开是最好，如果拉不开的话就自己把这个寄生吃掉，倒在角落，得了怀表，2个人都跑走，玩具商现在可以直接去往船尾了。哎，还在小船待着，不过也还行吧，因为那边是他自己的寄生在追嘛。是，但大副也在这儿，他不能害到大副。他这个寄生一旦要是把这个大副给击倒了，那就很亏了。对，这局面又能锁密码机，还能守人。那就先拖嘛，反正对于监管者来说也是去拖一个原生闪的机会。对，直接给去掉了。监护者手上的节奏现在又丢失，只能回头找这个调酒，先给他上寄生。木屋现在他不敢离开。硬说保平面的话他是有，但是他现在想去争一个3抓面，也是先把调酒赶走。是。那如果是这样打的话，你把玩具商调整完，他们可以去起一台新机。没错，那台木屋可以先放着。现在玩具商可以去摸箱子，摸完箱子之后给大副去第1个道具。哦，让大副自己直接去摸箱子。那也行。
玩具上要是摸箱子的话，其实会给到自己一些交互速度的增强。现在已经是有点拉扯控不住了。是的，因为他那波过去木屋找调酒的时候，那边给到2个人去调满的机会了。调满之后，其实就比较难去压密码机了，而且调酒那边也是没给击倒。没错，那边也是摸到了一根针，这也是个本体刀，往小门的方向去倒。这样的拉扯有机会能把这个密码机给拉扯够，角落已经是修到了9成。就是开门战，可能道具上面会比较少，没错，因为大家可能都是摸几个镇静剂。这一刀再跟完成击倒，但是密码机已经压好。想强行控大门吗？大门来得及吗？大门能开啊？来不及吧？他手上还有飞轮的，感觉硬点就能出去了。是。然后小船那边呢还是个地窖，大副不太好走，是有闪现的，但是你不能一直断啊！你要一直断的话，他可能就走掉了。大副已经在冲小船地窖了。是飞轮出去，然后玩具商现在他不敢直接冲大门，因为他知道这边大门有一个本体。对，而且玩具商离的位置其实会有点远。那你也不能说是什么事情都不干啊。他难不成想等大副这边把自己的寄生吃掉之后，看他本体的这边的一个移动了再过去想着冲大门吗？哦，现在想要尝试直接冲大门，哎，但是没机会。信徒那边还好是发现了。对，而且原生是有闪现的，感觉这个玩具商也走不了。一个交闪，急了一些，隔窗刀打到了。大副那边其实走小门的话，小门也是没点过的。对，大副手里还是根针。但扎满的话，其实挽留的时间差的不是很多，而且玩具商是个挂飞，这样的话大副还是能够走到小船地窖的。稳走保平了。女巫这一局其实很亏了，吉尔斯其实给到了他很多的机会。地下室那一到9.08分的。是的。